一点东西了。刘老板，周建成卷钱跑了，你拿什么发工资？他还带着小三坐火车去广东了。我们不抢东西，喝西北风了！都给我住手！大流氓啊！韩铁柱偷看我洗澡，被我逮着了。韩铁柱，你个老绝种，今天非砸死你不可！老韩，这红帽子真喜庆啊，配你这酒糟鼻正合适。活到这个份上，干脆一头撞死在尿壶里得了，真给祖上丢人！哎，谁把路搁这儿了？出人命了！韩铁柱自己摔死了。我韩铁柱就这么死了，顶着条红裤衩被全镇人笑死。如果有下辈子，哪怕当条狗，我也要活得有尊严一点，绝不再这么窝囊。哥，你快醒醒！王大彪带人来咱家抢猪了！没血，石头呢？红裤衩呢？哥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外头都堵门了。1980年，我25岁那年。哥，王大彪说你欠他100块，今天不还就把猪牵走，还要把我带走。小梅，你还活着？韩铁柱，别在屋里装死！100块钱还不上，你妹今天就得跟我走。王大彪，你动我妹妹一下试试。行，韩铁柱，算你小子有种。哥，他们还会不会把我拉走？3天，老子就给你3天。3天后见不到100块钱，我不仅拉走你妹，还卸你一条腿。小梅别怕，有哥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可是100块钱，咱家哪来100块？爹还等着买药。我去县城把雪季餐馆拖欠的工钱结了，再买药回来。哥，外头雪这么大，你一个人去县城？你回屋守着爹，门栓插好，谁来都别开。这一世，我不能再让家散了。前世今天，我喝得烂醉没去上班，后来才知道，刘雪就是这天被人逼到破产。这台电风扇亏我了，替我上个月账。老李，那袋白面是我先看上的，你别抢。雪季出事儿，都快点，晚了连锅都没了。别抢了，那是店里最后一点东西了。刘老板，周建成卷钱跑了，你拿什么发工资？他还带着小三坐火车去广东了。我们不抢东西，喝西北风了。都给我住手！韩铁柱，你嚷嚷什么？你不也是来要工钱的？我是来要工钱，不是来当土匪。再不抢，这店里连根毛都不剩了。周建立跑了，是他没良心。刘老板平时没短过你们一口饭，现在落井下石，算什么东西？可他没钱给我们啊！没钱给，我们就拿东西抵。把东西放下，赶紧走。真闹到公安那儿，谁抢了什么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要不算了吧，抢店里的东西真说不清。韩铁柱，你少拿公安吓唬我。回去，走。周建立造的孽，倒让咱们白干1个月。刘老板，你没事吧？铁柱，谢谢你，可我真的没钱发给你了。周建立把钱全卷走了，营业款、流动资金1分没留，他还用我的名字在外面借了高利贷，现在要债的到处找我。这店算是彻底完了。刘老板，你想不想跟着我赚钱？你说什么？铁柱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咱俩现在穷的都快当裤子了，拿什么赚钱？现在市场放开了，正是挣钱的时候。你刚从里面出来没多久，我可不想再被带进沟里。我当年是倒卖山货，被判了投机倒把。那事儿过去2年了。刘老板，只要你信我，我能带你翻身。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？前世你能东山再起，成女企业家，我也能从打杂工熬成名厨。这一世，我们可以早一点赢。
谁来了？韩铁柱，你果然躲在这儿。你来干什么？明天一早跟我去公社，把离婚证领了。她是你媳妇儿？孙燕，别叫得这么亲，明天以后我就不是他媳妇儿了。非要闹到离婚？不离婚，等着跟你喝西北风啊！你这个劳改犯，让我和孩子在林场天天抬不起头。你工作找不到，家里还欠王大彪100块，你爹摔断了腿，伤口发炎，2块钱的消炎针你都买不起。我总会东山再起，离了婚你别后悔。东山再起，就凭你离了婚，我看还有哪个女人能看上你？谁说没人看得上？你看不上他，我看得上。哟，韩铁柱，找女人跟我演戏呢？孙燕，说话放干净点。行，既然有傻女人愿意接手你这个烂摊子，咱们也别磨磨。明天早上民政局见，谁不来谁是孙子。好，我去。铁柱，刚才那些话你别误会，周建立借债写的是我的名字，那些债主到处找我，我想以你对象的身份去你家躲几天。你怕他们找到店里？这店已经守不住了，要是不方便就算了。行，走吧。你真答应？我爹的病耽误不得，你也不能留在这儿等债主，咱们回村。好，我跟你走。韩铁柱，从今天起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儿子我带回娘家养，你以后少来巴结。就你这个劳改犯，往后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放心，我韩铁柱这辈子就算讨饭，也不会讨到你孙家的门上。呸！谁稀罕认识你？你就守着你那个快病死的老爷，过一辈子穷日子吧。以后在林区见着，只当不认识。他怎么在这儿？铁柱，办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不嫌脏，什么破鞋都往家里捡。孙燕，嘴放干净点儿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穷光蛋能风光几天！你别介意，我刚才只是想帮你撑个场面。大清早在这儿等我，不只是为了撑场面吧？周建立在城里借了高利贷，那些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现在满大街抓我。他们找到你了？还没有，所以我想以你女朋友的身份去你们村躲几天，风头过了我就走。刘老板，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肯跟我回那个穷山沟是我的福气。你不怕我给你惹麻烦？麻烦已经够多了，不差这一件。走，天黑前得赶回村。这路每天都得这么走吗？踩我踩过的地方，别往旁边偏，水下面可能是沟。我能走，你别管我。钱老二还没上山，那窝野猪应该还在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回家先看我爹，再想挣钱的事儿。谢谢。到了，那就是我家。家里破，你别嫌弃。我都快成丧家之犬了，有个落脚的地方就知足，哪能嫌弃？铁柱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
工钱要到了吗？你爹腿上的伤口化脓了，早上开始高烧不退，人都烧糊涂了。卫生卷医生说必须打消炎针，可咱家连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。你老板拖3个月工资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3个月工钱，1分都没给。铁柱的老板不发工钱，肯定也是遇到难处了，别怪人家。爹，你别说话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原来是因为我的店倒了。刘雪，这事儿不怪你。大娘，这里有100块，您先拿去请医生，给大叔打消炎针。100块，姑娘，这可不是小钱啊！你不是说钱都被周建成卷跑了吗？昨天伙计们在店里抢东西，我趁乱把柜台底下那部座机电话藏起来了。那电话卖了？今天早上来公社前，我去县城二手市场卖了，换了100块。本来想留着防身，可大叔治病更要紧。妈，拿着，快去卫生所请医生来家里打针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刘老板，这100块不算借，算你合伙做买卖入股，以后赚了钱咱们5-5分账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做买卖？不做买卖，拿什么还王大彪那笔债？拿什么让我爹活下去？铁柱，这姑娘是……阿姨，我叫刘雪，是铁柱的对象。哎呀，这姑娘长得真俊，我还天天担心铁柱离了婚要打光棍呢。妈，爹等不来，快去请医生。哎，妈，这就去。你找什么？铁柱，你拿这些干什么？进山弄点山珍野味换钱。外面大雪封山，你一个人进山太危险了。王大彪只给3天期限，你那100块要给我爹治病，不够还债。就是那个放话要收债的人。对，3天内还不上，他会带人堵门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一个城里姑娘，山里的雪比你腰还高，你走不动。我不怕冷，体力也没你想的那么差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，大不了我帮你背东西。你这性子跟我想的一样倔。你带我去，我保证听你指挥。把呢子大衣换了，穿我妈赶集的旧棉袄。山里树枝多，别把你这好衣服刮坏。好，我马上换。钱老二，上一世你靠那窝野猪盖了大瓦房，这一世，这笔横财该换我拿了。是不是很难看？难看不要紧，保命要紧。我背这个，装猎物还是装药材都行。进山以后别乱走，别乱喊，看见脚印、粪印、断肢都先叫我。记住了。走。你有把握吗？那里有一窝正在冬眠的野猪，足够翻身。野猪，还是一窝？对，4头。拉着我，别摔了。你手倒是挺暖。别光说话，看脚下，这里雪厚，摔一跤可不好爬起来。还要走多久啊？我真的走不动了。差不多到了，前头那片乱石岗有野猪活动的痕迹。你当心点儿，
山里有熊瞎子，别把他们吵醒了。冬天熊瞎子都猫冬，没那么容易醒。你先在这儿歇着，我去前面摸摸底。以前在小吃部看他，只觉得他少言寡语，满身酒味。没想到进了山，像换了个人。就是这儿，体验还新，洞里肯定有货。你去抱点干柴，堆在洞口风口处，然后躲到那块大石头后面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千万别出声。我知道，你也别逞强，听见没？藏好，野猪出来，先别乱动。这烟真能把他们熏出来吗？韩铁柱，当心啊！见势不对就赶紧跑！别喊，他盯上你了！刘雪，快跑！我腿软了，完了，我今天要死这儿了！畜生，看这边！他停了，还没完。4头，一个都不能跑。还好这手射箭的本事没丢，不然今天真得交代在这儿。你太厉害了！你什么时候学会射箭的？这弓箭也是你做的？以前自己瞎琢磨的，上不得台面。起来，雪地凉。吓死我了！我刚才真以为咱们都活不成了。没事了，怎么哭成这样？以前那个在餐馆里牙尖嘴利的老板娘去哪儿了？呸！我什么时候牙尖嘴利过？刚才那畜生冲过来换了别人早下瘫了，有本事你试试。行，换了我也腿软。这么多野猪，真能卖钱？2大腿2小，少说能卖个好价钱。还有王大包那边的债，算是有着落了。那就赶紧捆，天黑前拖回去，别再招来别的东西。别说话，林子里好像还有动静。4头，铁柱，这得有400-500斤吧？咱们怎么弄回去？扛不动就拖，天黑前必须下山。我爹还等着钱救腿。来，拉着这个。我拉，你救了我，我不能光看着。铁柱，你这身力气真大，以前在店里挑水劈柴，真是屈了你了。那会儿兜里没钱，心里没气，活得跟叼了魂一样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有奔头了，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哎呀妈呀，这不是铁柱吗？老天爷呀！2大2小，4头野猪！铁柱，你这是把野猪窝给端了啊！铁柱，你小子啥时候有这能耐了？用枪子儿打的？没枪，用弓箭。这肉可老值钱了，县城里1斤不得卖好几毛？叔婶儿，我爹还病着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以前天天喝酒混日子，现在咋跟换了个人似的？韩家这回怕是真要翻身了。妈，我爹怎么样了？铁柱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老天爷保佑你没事就好。你爹下午打了消炎针，高烧退了，人也清醒了。退烧了就好，
小雪那100块钱真是救命钱，钱能救书就没白回。妈，今晚留1头小的自己吃，剩下3头我连夜收拾，明天一早拉县城集市卖。换了钱，我就送我爹去县医院，把腿伤彻底治好。铁柱，进屋来。铁柱啊，你这孩子咋能去冒这个险？爸，你别动，烧刚退，腿还得养。以前村里好几个老猎户碰上这畜生，命都丢在山里。为了我这把老骨头，不值当啊！爸，值当。以前是儿子不孝，让你和妈受尽委屈。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咱们家垮不了。好，你能说出这话，爸这病就好了一半。哎呀，小雪姑娘还在外头冻着呢，快进屋暖和暖和。阿姨，我不委屈。今天在山里，要不是铁柱，我怕是回不来了。铁柱，小雪都跟你在一个屋檐底下住着了，咋还喊我阿姨呢？娘说的对，是该改口了。妈，哎，好闺女，快坐下吃饭。今晚咱家吃炖野猪肉。大富，你也吃2口肉汤补补身子。咱家多少年没这么踏实吃顿饭了。妈，你忙一天了，你先吃。吃，都吃。往后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盆儿给你，肉放这边，骨头放那边，对吧？对，明早去县城分开卖，价能高点。咱俩配合的还挺顺。像不像过日子的？干活，少贫。明儿一早我去县城把肉卖了，顺便把咱们准备干的买卖也理一理。你说的是零蛙油？那玩意儿真能卖钱？能，而且是暴利。流血暴利？不过在卖零蛙油之前，咱们得先把眼前的麻烦解决了。这么晚了，谁还来？哎呦，二婶儿，铁柱回来了，这日子过得挺红火，都吃上野猪肉了。铁柱，他们是谁？我大堂嫂高梅，后面那个是我堂哥韩铁军。哟，屋里还藏着个俊姑娘呢。铁柱，你欠着债还挺会享福啊，说话放尊重点。这么多肉，少说也能卖不少钱吧？别碰！咋？欠我们家的钱不还，我碰块肉都不行？高梅，这大晚上的你们来干啥？二婶儿，既然家里都有余粮吃肉了，那欠我们家的钱是不是该还了？别装穷，今天有肉就有钱。欠多少，怎么欠的，咱们可以当面算清楚。白纸黑字，想赖，二婶儿，当初可是你亲手按的手印儿。那钱是给大富看腿借的，我没说不还。给我看看。想看，先拿钱。又是这张借条，上一世就是从这张纸开始，韩家被他们一步步逼垮。二叔摔断腿那会儿，你们家可不是这么硬气。二婶儿，330块不是小数，借可以，字据得写清楚。铁军、梅子，你二叔等着去县医院，我写。白纸黑字，愿赌服输。这房子现在归我们家。听说韩铁军翻地基挖出宝贝了，金条，还有极品野山参，怪不得他家忽然发了。堂嫂，你老惦记我家老房子干什么？我惦记，韩铁柱，你说话摸着良心。当初二叔摔腿，是谁借给你们家330块？铁军、梅子，当初说好1年，可你二叔腿刚好，铁柱也刚回来，家里实在作难，再宽限几个月行不行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
今天刚好到期，拿不出钱就收拾东西搬走，别耽误我们家翻建新房。二婶儿，别怪我们心狠，我们修车铺也得周转，也得过日子。铁柱，他们这不是借钱，是逼你们交房子。这老房子是爷爷传下来的，我韩铁柱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会拿它抵债。装什么硬汉？有本事现在把330块拍我脸上，没钱就老老实实搬出去。钱我有，明天一早我把这些野猪肉拉去县城大集卖了，中午之前330块我亲自送到你家。4头野猪卖个400-500倒是不难。行，我再信你一次，不过空口无凭。今晚这块后腿肉我先拿走，算1天利息。别碰！我拿点利息怎么了？哎呦，韩铁柱，你敢打我！这肉是卖了还债的，少1两都不行。堂嫂，手别伸太长，容易折。行了，别丢人现眼。铁柱，明天中午见不到330块，就别怪做哥哥的不讲情面。明天拿不出钱，我看你还怎么护着破房子。铁柱啊，都怪妈没用，当初非去找他们借钱，现在连祖宅都差点保不住。妈，这不怪你，是以前我不争气，才让人看扁了。可明天真能卖到330块吗？县城那么远，天又冷。能。4头野猪肉，明天一早去县城大集，330块只多不少。铁柱，明天我和你一块儿去，县城大集的行情我熟，能帮你卖个好价钱。成，明天咱俩一块儿去。那你们早点歇着，明早还得赶路。你爹刚睡下，别再吵醒他。妈，您放心，从今往后这个家我来撑。绳子带子都备好了，明天装车的时候别让肉沾血。明天卖完肉，先把字据拿回来，当着他们的面撕了。刚才你挡在婶子前面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次你不会再退了。我退过一次，害了这个家，这一次寸土不让。明天一定能成。一定能成。铁军哥，底下有箱子。金条，铁军，咱家发了。爹呀！这事谁也不许说。爷爷留下的东西，原来一直埋在老房子地基底下。韩铁军、高梅，你们2口子等着，老房子的秘密，这一世由我来揭开。小雪，跟紧点儿，2个小时赶到县城，天亮前必须站上集市口。铁柱，今天中午要是还不上330块，高梅真会把爸妈从老房子里撵出去。我那儿还有卖座机剩下的几10块，要不也带上，凑一凑总稳当些。用不着，3头野猪少说能卖400块，你的钱留着，那是咱们起家的本钱。行，我信你，今天咱们一定把欠条就撕了。冻豆腐，刚冻好的冻豆腐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刚下山的深山野猪肉，皮厚油多，炖粉条子绝配。哎呀，这肉可真肥，小师傅，咋卖呀？肥的1块2一斤，瘦的1块1，不要肉票，现称现结。给我来2斤肥的，要带皮的，我要3斤，回去给孩子包饺子。大家别挤，排好队，肉多的是，称完一个来一个。 2斤2两，算你2斤的钱，2块4。不要票还给这么肥的肉，值！铁柱，卖得太快了，照这么下去，330块肯定够。小同志，剩下这些肉我全包了，你能给个肉什么价？一律1块1，下水和2根猪骨耳白送，拿回去熬汤。全包了。行，做事痛快。我是县第2临机场食堂的，正愁元旦给工人加餐没肉呢，全给我称了。后腿肉43斤，排骨26斤，合起来75块9。大哥拿好，下回食堂还要肉，来东街口找我韩铁柱。
铁柱，你猜咱们卖了多少？多少？整整442块，除去买药、柴米油油，咱手里还有大400。走，回村还债，买2瓶好酒，再切2斤熟牛肉。大伙儿都看清楚，二叔家欠我们330块，白纸黑字，今天到期。高梅，你别太过分，铁柱说了今天还就一定会回来。回来？这都晌午连个影子都没有，他是借着卖肉带着流血跑了。330块可不是小数，真能一天凑出来。要是还不上，这老房子怕真保不住。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少往他身上泼脏水。二婶儿，您就别硬撑了，他以前是个什么货色，林场谁不知道？明天我就让铁军带人来收房子。堂嫂，你这急着投胎呢，老远就听见你在狗叫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天柱、小雪，你们真回来了！少装样子，钱呢？拿不出来，今天这房子就给我腾出来！小雪，拿钱。嚯，这么厚一沓大团结，这得有好几百吧？别急，33张大团结，整整330块，一分不少。钱在这儿，字据拿来，当面撕了。你先把钱给我，我自然会把字据给你。先给字据，再拿钱。堂嫂，规矩你懂吧？这么多人看着，别闹了。先把字据给他，钱跑不了。给你，看仔细了，别说我赖账。大伙儿都看见了，330块还清，这张借注今天作废。撕了，终于撕了。滚吧！哼，算你小子走运。铁柱真变了，能打猎，还能一天挣出几百块。韩家这会儿怕是要翻身喽。好啊，祖宅保住了，你爹在炕上也能睡个安抚觉了。妈，祖宅不光要保住，以后我还要给你们盖大砖房。妈，您先回屋暖暖，外头冷。你俩也别冻着，忙完就进屋吃口热的。旧债还清了，咱手里还剩200多块。你之前说的林蛙油到底该怎么弄？现在还不能乱进山，大雪刚停，河水没冻实，人掉下去就麻烦。那咱们等啥？林蛙会顺着溪流往下游走，钻进乱石缝里猫冬。大雪初停这2天，就是它们集中迁徙的时候。所以不用满山找，只要守住溪流下游的乱石缝。对，荒溪那边人少，乱石多，正是好地方。林蛙油真能比野猪肉还值钱。野猪肉只能解眼前的急，林蛙油才是咱们真正翻身的东西。那我跟你去，明早我带绳子、麻袋和干粮。明天一早去荒溪，这一次我们去掏真正的黄金甲。铁柱，先吃口热乎的。你一大早摆这些家伙事儿是要进山？今天去找宝贝，找着了，咱这个冬天就不愁钱。宝贝，村后头那条河都冻得硬邦邦了，你还要下水捞啥？大河不行，水急，沙石多，鲮鱼趴不住。咱今天去村东北角那条鬼溪。鬼溪？老辈人都说那地方阴森，冬天不封死，夏天还凉得扎骨头，没人愿意去。就是因为它冬天不封死才有东西，底下有温泉眼，水面顶多结一层薄冰，溪底又是烂泥和空心蓝石。所以林蛙都藏在石头底下过冬？对，那地方就是林蛙猫冬的天堂。那你走慢点，我跟着脚印走。别踩旁边，雪下边有卵石，崴了脚就麻烦了。这路也太难走了，鬼溪到底还有多远？听见没？流水声，到了。真没冻死，这大冷天底下水还在流。找对了，小雪，你在岸上看着，我先下去探探。水都没过膝盖了，你小心点，别滑倒。没事儿，冷是冷点，能扛。起！有东西，真有东西！抓着了，2只母蛙。啊呀，这么大，快放筐里！看肚子，鼓的。现在11月，它们冬眠了，浑身没劲儿，翻开石头，顺着水一捞就行。长得是不咋好看，可要是真能换大钱，我也下去帮你捞。胡闹！这水冰的扎骨头，我一个糙汉子能扛。你要冻病了，要钱比林妈还贵。那我在岸上接着，你冷了就上来，别逞能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今天咱就把鬼溪的宝贝请回家。小雪，接住！这一窝起码5、6只。进筐了，你别急，我装得过来。这只少说2两重，肚
肚子鼓成这样，都是好货。铁柱，这玩意儿真能卖那么贵？村里人不都是裹面炸了吃，或者跟土豆炖一锅吗？村里人不知道它值钱，南方人管里面的磷花油叫雪蛤膏，有钱人拿它补身子、养脸。能值多少？好的1两雪蛤膏能卖几百块。现在是1980年，咱们这儿交通不便，没人懂行情，谁先拿到货源和销路，谁就等于抱住一座金矿。那这些不是癞蛤蟆，是软黄金啊！对，软黄金，今天多捞1斤，明天家里就多一分底气。1筐、2筐铁柱，这得上百斤吧？别捞了，你腿都冻死了！再翻2块，说不定还有一窝。上来，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别哭啊，我这不是上来了吗？你这个傻子，让你别硬撑，真冻坏了怎么办？我有热血，烧得旺。你瞅瞅这一筐筐宝贝，咱这趟进山值了。值，咱回家连夜把这个宝贝收拾出来。回去后先保鲜，再取油。小雪，这一关要是办成，咱就能翻身。那就回家，今晚我陪你守着这座金矿。铁柱，这些磷蛙真能直接变出金子来？这不叫普通蛤蟆，南方人叫它哈斯蟆。值钱的不是肉，是它肚子里的卵巢和输卵管。晒干以后就是雪蛤膏，也叫磷蛙油。南方药材行抢着要。咱们这儿1块钱能买一大，到了省权真能卖几十块1两。少说几十块，普通工人1个月才30多块。这东西卖对地方比肉值钱多了。那咱现在咋弄？直接杀了取油？不能直接杀，水分太大，成色差，还容易坏。老法子是用绳子串起来，挂房檐底下风干，冻透风干，再剥皮取油，那样的干油琥珀色，透亮，价钱最高。可等它们自然风干得多久？起码半个月。咱们现在缺周转钱，等不起。今晚先挑一批最大的母蛙，人工烘干，明天拿去县城国营大药房，先谈谈价。行，听你的，我帮你挑大的。肚皮发黄鼓起来的是母蛙，小的肚皮白的是公蛙，对吧？对，母蛙才有油，挑错一只都耽误功夫。这哪是蛤蟆，分明是一串串钱。钱是钱，但越值钱越不能让外人知道。谁？这么晚了还有人来？嘘，先别吭声。铁柱，开门！我是你大堂哥。半夜又来，准没好事。铁柱，开门啊！我是你堂嫂。堂哥堂嫂，这大半夜的有何贵干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中午你把330块钱还了，你堂哥心里惦记你，这不带瓶酒来找你唠唠。都是亲戚，进屋坐坐，不犯忌吧？进来可以，别乱碰东西。哟，这啥玩意儿？这么多蛤蟆！铁柱，你抓这么多哈斯麻是要卖去城里？抓着玩，给我爹炖汤补身子。补身子用得着抓成百上千只？铁柱，你少糊弄我们！堂嫂，看归看，别把活物戳坏了。全村都传开了，中午你平白掏出330块，说你找到发财门路了，是不是有人收这玩意儿？1斤能卖多少钱？铁柱，要是真能卖钱，你可不能吃独食。你堂哥有车，能帮你往城里送。咱两家合伙，你出抓蛙的法子，我出车出人，4、6分账，你4我们6，亲戚之间不亏你。中午避债的时候，你们恨不得把人往死里逼，现在看见能赚钱就想拿大头，凭什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外来的破落户，也敢插手我们韩家的家务事？铁柱，你可别被这城里来的狐狸精迷了眼。你堂哥才是你亲哥，血浓于水。够了，堂嫂，中午那330块我已经还清了。以后我韩铁柱发财还是讨饭，都跟你们没关系。至于合伙，免谈。铁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这大山里的东西都是公家的，你私自抓这么多山货去卖，
那叫投机倒把。韩铁军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是去公社林业站告一状，你刚放出来的身子，怕是又得进去蹲几年。听见没有？现在答应合伙还来得及。你去告，现在就去。走着瞧。铁柱，刚才真把我吓坏了。堂哥要是真去公社告咱们投机倒把，可咋整？放心，韩联军胆子比耗子还小，他自己屁股底下不干净，不敢拿命跟我赌。可他今天这么一闹，往后肯定还会找麻烦。所以荒溪必须尽快承包下来。明天卖了油，咱们就去公社林业站。那咱们今晚就开工。开工，今晚把之前的东西取出来。小雪，你管造火，炕只要微热，千万别烧大了。林蛙一熟，油就废了。明白，微热不烤熟，你放心干。这么挂着就能出油？先让它慢慢脱水风干，等干透了再剥皮取膏，急不得。火候差一点，价钱就差一大折。看好了，刀口要浅，不能伤到里面这块油。这就是林蛙油，真亮，一点脏东西都没有。这叫雪蛤膏，南方沿海纯野生小兴安岭林花油，南方沿海的人拿它当宝贝。那咱们多拨点，明天是不是就能换钱？今晚不睡了，这一批干油全拨出来，明早去县城国营第一大药房。成，你拨，我烧火，今晚咱们拼一把。铁柱，我现在看柴火都像林蛙油了。再撑一会儿，这一刀下去，都是钱。你俩一宿没合眼，我睡不着也来搭把手。娘，您身子刚好点，别熬着。一家人过日子哪有光看着的？我眼神还行，能挑干净。娘，完整透亮的放这边，碎的放小碗里，皮渣别混进去。明天药房看成色。这山里不起眼的小东西，真能卖上价。铁柱说南方人认这个，要是真卖了美元，咱就能去承包荒溪。那条鬼溪别人嫌晦气，咱们要是拿下来，就是聚宝盆。全拨完了，整整24两，1斤半。就这一盆能换多少钱？在咱们村不起眼，到了城里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铁柱，咱们真去县城最大的药房？去，好货就得找识货的人。国营第一大药房，看着真气派。别慌，咱们带的是硬货。同志，请问你们这儿收野生哈斯毛油吗？不收不收，我们这是国营大药房，药材省里统一配发，哪能随便收你们野路子的东西？你看都没看，凭啥说是野路子？小雪，先让他看货。看什么看？别挡着别人买药，走开。同志，您先别急着拒绝，看一眼货再说收不收。这可是昨晚连夜包出来的，一点杂质都没混。这是哈斯猫油，这成色比省里来的还透。
谁在看哈沙麻油啊？孙主任，您快来看看这货。先别吵，让我看看。铁柱，他这是在尝药。老药师验桂系药材，眼看鼻闻口尝都少不了。小同志，这哈子糊油你在哪儿弄来的？小兴安岭深山老林里刚采下来的野生货。好货，皮薄油满，水分干够，没有腥稠泥沙味儿。最难得的是温火慢焙，药性没伤。小同志，你懂行啊，真识货了。孙主任，那这货收吗？孙老，您给开个价吧。国阳药房有价格红线，今天我做主，按1等品收，1两10块钱。1两10块，那24两不就是240块？我1个月才20多。孙老，您是行家，这货什么成色，您心里最清楚。小同志，你觉得价低了？这批货采自后山温泉眼附近，那地方环境特殊，林蛙吃的是老林子里的草药虫蚁，药力比普通货强。送到哈尔滨或者再往南，1两少说15块。你这个农村后生，连外地行情都摸得这么清楚。我家铁柱说了，好货不能贱卖。15块是省城零售价，县城收货还要运输和损耗。这样各退一步，1两12块。行，你手里的货我全要；不行，你只能自己挑去哈尔滨。成，孙老痛快，那就12块1两。拿盾子仔细称，别短了人家的。报告主任，24两整，不多不少。24两，1两12块，一共288块。出纳，给这位小同志支现金。288，真拿到手了。他进门还不到半个钟头，拿走我1年的工资。孙老，以后还有这种成色的货，您这还收吗？收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不过下回品质得保证跟今天一样。放心，只会比这更好。铁柱，288美元啊！咱们发财了！傻丫头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只是小试牛刀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公社林业站。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就把那条鬼溪承包下来。别人怕它是鬼溪，我偏要把它变成咱家的黄金聚宝盆。你说啥？你要承包后山那条鬼溪？马主任，您没听错，鬼溪还有两旁方圆2里地的荒山坡，我都想承包。铁柱啊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那地方冬天地热不结冰，夏天凉的能冰裂西瓜，两边全是乱石岗子，连棵像样红松都没有。马主任，国家今年不是刚发红头文件，鼓励林区搞活地方经济，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吗？铁柱在外面学了点养殖技术，想在鬼溪搞水产养殖，也算给咱们林场探探路。搞养殖是好事，政策也允许，可那鬼溪水浅石多，窄得跟裤腰带似的，连大草鱼都养不活。马主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我这人脾气倔，就相中那块地方了。你真想好了，钱扔进去，可没人替你捞回来。您就说承包那地方1年交多少公积金？荒山荒水，平时没人要，按政策1年交15块就成。不过合同最少签10年，10年就是150块。铁柱，150块可不是小数。这里15张大钱盒，一共150块，10年租金，我今天一次付清。哟，铁柱，你还真拿得出来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先说说看。合同期我要改成15年。15年？合同里还得写明，承包期内，这片区域的使用权、经营权、产出都归我个人所有，任何人和单位不得干涉。要是有人违约，必须双倍赔偿我的损失，白纸黑字盖公章。行，小同志考虑的挺周全，15年就15年，我再加收你50块。成交，200块，15年，今天落印盖章。鬼溪及两旁方圆2里荒山坡，承包人韩铁柱，期限15年。使用权、经营权、产出归承包人所有，这句也写上了。
红星工作林业站盖章，从今天起，那片鬼溪归你们承包。这下谁也别想伸手。铁柱，咱们真把鬼溪拿下了。铁柱，隔壁村那几个二亮子正在荒溪刨冰，铁撮子、捞网都带来了。谁告诉他们荒溪能捞东西换钱？我哪知道？他们说你昨天在鬼溪捞着金宝贝，一大早就跑过去抢了。铁柱，会不会是你堂哥他们说出去的？跑不了，昨晚韩军两口子吃了鳖，不敢明着来，就拿隔壁村的混子当枪使。就在前头，你看他们已经捞上来了。二哥，这玩意儿真能换钱？我看就是癞蛤蟆，剥了皮也没2两肉。你懂个屁！韩铁柱昨天拉了一爬销去城里，换回来好几百块，管他是啥，先捞回去再。这地方又没写他韩铁柱的名儿，咱们多捞几桶，过年前都有了。陈二狗，谁告诉你这地方没写我的名？哟，铁柱兄弟啊，大山是公家的，七水也是公家的，你能来，我们就来不得。你们把蛤蟆都惊醒了，赶紧倒回去。哼，妹子，这话说的太霸道了吧？你们吃肉总得给哥几个留口汤。睁开眼看清楚，红星公社林业站盖的章，荒溪两岸方圆2里地，我承包15年。二哥，真有公章，这要是闹到公社，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。合同期内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鱼一蛙都归我管。你们现在叫偷盗承包资产，送到林业站蹲3年5年都不远。少拿混沌文件吓唬老子！我今天就不走，你能把我……哎呦，疼，松手！陈二狗，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只会喝酒的软蛋？铁柱哥，有话好说，我们就是听人说这儿能挣钱。把桶里的淋巴倒回去，拿上你们的家伙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刨冰，我亲手可能送公社。到了，快走吧，二哥。韩铁柱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铁柱，今天赶走了，可荒溪这么大，咱们不能天天守着，晚上他们摸黑来偷咋办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要办养殖场，第一步就得先扎篱笆。铁柱，陈二狗那伙人可不是省油的兜，你真要在这儿长期干？不光要干，还要干大。钱叔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你是想找人守住荒溪？先找人把荒溪两边围上木栅栏，再在溪口搭个临时看守的小木屋。你要请村里后生干活，工钱怎么算？1天1块5，按天结，管1顿中午饭。要踏实肯干的，偷精瓦滑的一个不要。1天1块5，铁柱，林场伐木工1个月也才30多块，你这可是高工钱啊！铁柱，这么算下来开销不小。该花的钱必须花，今天不把篱笆扎起来，明天丢的就不止这几十只林蛙。成？咋不成？我家大壮正闲着呢，浑身有劲儿。我回村再给你挑几个最本分的后生，保准把篱笆扎压实。这2块钱您拿着买烟。铁柱兄弟，人我带来了，木方也挑好了，先从哪儿干？先封溪口，再顺着两岸往里扎。木桩间隔不能太宽，人钻不过去，狗能寻。明白。木桩砸深点，横梁再绑2道，谁想翻都费劲儿。大家先垫一口，午饭我再送热的过来。今天辛苦你们了。嫂子客气啥？1天1块5还管饭，我们干得有劲儿。1、2、走！唉，等木屋搭好，再买2条性子韧的猎犬拴在这儿。篱笆、狗、看守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再想偷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条荒溪以后就是咱们的生财基地。咱们真能靠它过上好日子吗？这一世，谁也别想抢走属于咱们的东西。